Hi everyone, this video is designed to be used with Language Reactor, a great tool for language learning that has the following 5 features. For a more detailed explanation on how to use Language Reactor, click on the link in the comment section below. If you wish to study with transcripts, go to our website store to have access to our entire PDF collection for one low price, as well as other inexpensive courses such as HSK 1 to 6, Anki flashcards, pocket-sized posters to study Chinese characters, as well as audio podcasts, street interviews, in-depth interviews, and more. A link to our store is below. 大家好，欢迎来到 Mandarin Corner 的播客节目，我是艾琳。Hello， 大家好，我是怡菲，我来自美丽的13朝古都洛阳。它呢也是牡丹花的家乡，所以大家会在很多的古诗词中听到关于洛阳的描述。那今天其实很开心能够再次来到 Mandarin Corner 的 podcast 节目，与 Aline 一起来聊天。那因为一菲她在美留学多年，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是特别邀请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她在美国留学的经历，以及她所体验到的中美文化差异。你去美国大概待了多久？差不多有5-6年。哦，挺长的时间哦。怎么会跑到美国去上大学呢？因为我初中的学校呢叫外国语学校，所以我们学校很注重英语的教学。而我当时的英语老师就是一个非常知性又很有耐心的一个人。他是08年的时候呢去美国我们学校的姊妹学校去任教了1年，教汉语，所以他在那里就积累了很多美国那边的教学方法和经验，然后回来之后呢就把这个经验运用到了我们的课堂上，然后就让我们的课堂就变得非常有意思，就是不仅是英语学起来感觉充满了乐趣，同时呢我还了解到了很多在就是书本上不会接触到的相关的美国文化。就比如说当时我们会在复活节的时候，他呢就会准备复活节彩蛋藏起来让我们去找，而且他也用纸打印出来美国的一些纸币当做奖励给那些就是课堂比较积极发言参与活动的学生。我记得我当时就是获得了很多张印有林肯头像的$5，所以这个事情我其实记得很清楚。那就是因为他的这样的一个引导和影响，就让我对美国充满了好奇和向往。那个时候我其实心里就想，也许将来我可以在研究生的时候去美国学习。不过后来的时候呢是到了高中，我是上了我们当地的一个中加项目，它是加拿大新斯科特省与我的高中合办的一个高中项目，所以我当时的老师都是加拿大人，他们不会说汉语。我其实当时选择来参加这个项目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会拿加拿大的学籍，就不会像普通的中国高中生一样上中国的高中内容，还要参加后来的高考。所以我当时在这个项目中读了之后呢，就正常的申请国外的学校。其实当时有很多我的同学都申请了加拿大的学校，不过我是因为就像我刚才说了，我在初中的时候就有想去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吧，所以我当时就想，那我也可以去了解和研究一下美国的大学以及它的一个申请的情况。然后呢我就在申请了加拿大学校同时又去考了美国高考之称的 SAT。而且我当时是因为了解到了除了那些大家都耳熟能详的那些综合类大学，比如说像耶鲁、哈佛这些美国的常春藤学校以外，我了解到了美国独有的一个文理学院，它的关于本科教育的优势非常的突出，所以我就觉得那我可以去进行文理学院的申请。所以到最后呢我就是收到了美国和加拿大不同学校的录取，但是我真的是觉得我想要完全的沉浸式的融入当地的学习，而不是像去加拿大像多伦多呀之类的这些华人很多的这样的大城市。
所以我就选择了去美国的一个文理学院，在一个小镇上来进行学习。可是我觉得还是很好奇，因为你刚刚说你是在一所加拿大的高中上的高中，那这么多年下来，为什么都没有对加拿大产生好奇跟向往呢？其实是我在高2的时候的冬天去了一趟加拿大，参加了一个冬令营。我其实在当地也是上了几节高中的课程，然后也在当地的住宿家庭体验了生活，还去了很多不同的景点和大学。那因为当时是冬天，所以我其实对加拿大的印象没有那么的好，就是特别的冷，到处都是大雪。而且还有一点是因为我感觉当时在麦吉尔大学的时候，校园里边就是没有什么人，给我的感觉就是没有什么活力，所以就是觉得这个不是适合我一个性格很开朗的人待的地方。下面我要再问一下你的专业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你上次跟我说过你的专业之后，我现在还是有点记不住你的专业到底是什么。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在本科的专业呢是全球化研究，那主要关注的领域呢是社会变革和性别平等这么2个主题。然后现在在研究生阶段呢，我的专业名字叫全球事务，主要研究的方向也是全球性别研究。告诉一下大家，你现在在哪里吧？我现在在中国。之前是是在进行研究生的学习，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所以就结束了1年学习之后，我就先回到了中国，所以现在是在间隔年。好，那下面我们就来聊一聊你在美国留学的经历吧。那首先说一下你初次到美国的时候的印象是什么？好的，因为我当时是14年先到了洛杉矶，那我在洛杉矶的城市的街头走着的时候，我就发现人们有各种各样的那种衣着打扮，就是大家的衣着非常自由，没有说觉得很单调呀，很统一那种，而且有些是非常有特色的。那跟中国有区别吗？中国人的衣装也没有说很统一吧，应该也还是挺多样化的。不一定真的是单纯的衣着，就是它的整个的一个形象会有各式各样的发型或者头发的颜色，有彩色的，比如说还有一些人会有脏辫呀等等，可能就是你穿个比基尼走在路上也不会有人觉得很奇怪。哦，那的确是有一点疯狂，如果在中国街头应该很少会看到这种衣着。对对，就是很随性的那样的一种衣着打扮吧。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当时在外面就看到了有各种肤色的人，那个第一感觉的冲击感是蛮强烈的。在中国的话，就是你会发现大家其实都很相似，就是肤色都很相似，没有说长得特别不一样的人种。但是当时在美国，就是在洛杉矶，我就发现哇，真的是很多样性，就是很多元，有各种肤色的人，有各种种族的人。所以这个呢，就是我觉得一个特别有印象的点。那你在美留学期间，发现有哪一些文化差异是震惊到了你的？在美国的餐厅就餐呢，都是要给服务人员小费的，因为这是他们的重要收入之一。但是在不同的地区，具体的小费的量可能不太一样。就比如说，如果在宾州的一个小镇上，我们可能最低要给的小费呢，就是占我们总消费额的12%。但是你要在纽约的话，最低也要15%或者18%。你是可以直接给纸币，也可以刷卡的。如果刷卡的话呢，你就可能需要在对方把你的卡和收据归还的时候，在收据上算一下小费是多少，然后写上去，最后再把小费和总费用加在一起，写一个最终的费用，然后把这个收据留给这个餐厅就可以了。但是现在美国很多地方也是可以直接在刷卡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选择给多少的小费，它会统一的来扣费，你就不用自己来算，所以这个就是方便了一些。好麻烦哦。对，
一开始我会觉得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呢？首先就先不说它麻烦不麻烦的事情，就是好像在额外给钱一样，就是我本来消费了这么多，但是我还要额外付费，这一点就让我就是特别不习惯。而且有的时候说实话，你的纸币就是你的零钱可能都不够，我还得再想办法就是再多加$1或者多少美元这个样子，就比较繁琐。渐渐的其实我也习惯了，因为我后来知道就是小费对这些服务人员是很重要的嘛，而且我们每次在入座之后呢，就是每桌都会有固定的服务员，他们呢就是会热情的呢来给我们打招呼，而且呢他会告诉你他叫什么名字，并且在整个的用餐过程中呢，他们也会时不时的过来问你就是吃的怎么样啊，有没有什么需要服务的地方，就是他们会非常的热情，有的时候甚至都会跟客人就是闲聊几句，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很多人是愿意给这些人小费的，而且有的时候给的数量可能还不少。那除了服务员，就餐厅的服务员需要给小费之外，其他的呢？就比如说我听说出租车司机啊，什么剪头发的理发师啊，都要给小费的。对对对，因为这些他们都属于服务行业嘛，而且他们的基本收入都不高。会不会有人就比如说从一个陌生的国度去到美国，然后第一次去那边不了解当地有小费的这个习俗，然后就拒绝给小费，就是没想到要给小费这个事情，那怎么办？就比如说你到酒店了之后，有人帮你把行李拿到房间，然后你忘记给小费了，那对方可能会就是委婉的提醒你，就是可以给一些小费，或者说就是对方会不走，然后你就会想我是不是忘了些什么？那好尴尬哦。就有时候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有小费这个事情，然后你看着对方又不走，他又不说，总觉得有点很奇怪，就我好像要向你讨钱的那种感觉。对，但是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讲可能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就是毕竟美国是有很多可能是来自其他国度的人，所以说他们可能也就习惯了。而且我记得我之前当时应该是在加州的时候，在那里边住旅馆的时候，就是在酒店每天都会有打扫的人嘛，我可能就忘记给他们小费了，那我在第二天的时候我就多留了一些，弥补一下第一天的那个情况。你刚刚说的就是你去美国会不习惯给小费，然后我们中国就没有小费就完全没有小费这个事情，不会有这个顾虑。那我在想，就是美国人来到中国会不会很自然而然的就会给服务员小费？我听说过有，就是在一些景区啊，或者说某些餐饮的地方，美国人觉得哇，这个服务真的太好了，或者说我真的很欣赏你的这个服务态度，我就愿意给你小费。但是我觉得大部分情况下大家就是不会留意这一点，因为他可能会了解一些中国是没有小费文化的，所以他就不会给，可能很开心吧，来这里不需要给。真的，我有个美国的朋友，他在中国待了挺长一段时间的，他就提到过说，就中国这点很方便，你不需要给小费，就是很棒。如果你在中国用过卫生间的话，你会发现在马桶的旁边呢会放着一个纸篓或者一个垃圾桶，这是专门用来丢弃废物用的，其中就包括了像废纸呀或者女性生理期的一些用品。大多数的中国人呢是不会往马桶里边直接丢纸的，不过在美国呢，就是用过的卫生纸是可以直接丢在马桶里边和水一起冲走的。这就让我在刚到的时候呢，就是习惯性的去找那个纸篓，结果就发现没有，只看到了就是可以丢弃那些女性生理期用品的专属的东西，我就刚开始很不习惯。而且呢，我有个朋友，美国朋友，在来中国的时候，也是因为习惯性的把纸丢到马桶里，然后当时就是造成了马桶堵塞。但说实话，我在中国的不同地方有试过，就是直接把纸丢到马桶里，它也没有堵，所以这个其实真的也是因地方而异。不过大部分人在使用完之后还是习惯性的会把纸丢到那个纸篓里，毕竟它就在你旁边，就是你没法忽视它。
在我大学的时候呢，我是住在宿舍楼里的，然后我们每层楼都有一个洗衣房，在洗衣房里就是你会看到洗衣机和烘干机，这一点就和中国不太一样，因为在中国的家庭里边，你是基本上见不到烘干机的，大家会选择把衣服晾在阳台上，因为很多人认为把衣服晒在太阳下面，不仅是让这个水蒸发掉，它还可以杀菌，所以呢，大家是不会选择就是比较费电，然后不环保的这样的烘干机的来烘干衣服的方法。我还发现了一个让我很震惊的事情，就是我发现有人会把鞋子和衣服一起放在洗衣机里来洗，就是这个真的是让我无法理解。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会把鞋子和穿的衣服这些东西一起来洗的，因为我觉得鞋子真的是，就是鞋子其实是会很脏，而且呢，我是一个连袜子都会跟衣物分开洗的人，所以就是比较惊讶，当时看到大家会一股脑的把所有东西都放进去，然后去洗。然后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呢，就是关于打伞这一点。我在美国的校园里边呢，如果下雨的时候，大部分人是不会去打伞的，大家就是直接穿一个套头衫，把帽子戴上，就直接走在校园里。基本上不会有人会去打伞，除非是就是雨下的特别大，我就会觉得我自己打伞的时候有点奇怪。而且我们学校卖伞的那些地方的伞基本上就是要么大要么就是重，就是携带起来很不方便。有的时候我就好奇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大家才不愿意打伞的，除非是雨下特别大，要不然的话他们就觉得那就淋一淋也没关系。但是就是站在中国人很多的想法上讲，就是我一淋就好像衣服呀头发呀就都脏了。对，因为我们总觉得如果说淋到了雨，你的头发湿了的话，然后再吹吹风，可能就会感冒，或者是甚至会有头痛。对，你说的这个打伞的话，其实我们不仅是下雨天打伞，我们就是大太阳的天气也会打伞。是我们又怕晒又怕雨的，所以我一般就是下那种很小很小的蒙蒙细雨，我都会打伞的。一般的情况下，如果是非常小的雨，我就忽略了，因为感觉还是有点不便捷打着伞。因为我之前在英国嘛，我在英国学习过，交换过一个学期，就是他那边经常下雨，但是有时候下雨的时候风会很大，那风很大的时候我就伞我都撑不住就感觉还是他们的那个雨衣雨鞋比较有用一些。喂，我不知道你还在英国待过。我在大四第一学期的时候去英国交换了一个学期。那你觉得英国跟美国比起来，有没有什么很明显的文化差异是你观察到的？一个是他的饮食吃的特别单一，特别的无味。怎么说？食物不是很丰富，我们所说的那种主食就很单调，像土豆呀，它就是土豆、胡萝卜、青豆，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其他的选择，而且它的做法很单一，不像中国有各种各样的那种烹饪的方式。而且让我很不适应的是，它每个地区的口音，当地的口音会很重。我当时去爱丁堡的时候，我当时坐火车我忘记是从英国哪里，但是就是一路坐往去爱丁堡，然后它的车上的播报嘛，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还有几站到，或者我们下一站什么，他说最终站是爱丁堡的时候，就是站在就是美式发音的角度讲会说是 Edinburgh，但是当时那个就是 Edinburgh 就是他当地的那个说法，我就不知道我去的是哪里，就是我一直在想是我听错了还是我去的是另外一个名字类似的地方就是我真的怀疑了很久很久，最终我才确定我的方向没有错，我坐的火车也没有错。所以这一点就是有的时候挺头疼的，就是我听一些同学他们在用自己的家乡话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是另外一种语言的感觉。难怪就是每一次我看那个英国的电影的时候，
就有时候是听不懂他们说什么的，我必须得要看字幕。其实我在出国前，大家就有讨论过，就是美国那边的安全情况啊，尤其是大家知道美国是可以合法持枪的嘛，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挺多中国人会好奇的。那在美国的一些城市，夜晚出行呢，确实是不太安全的，尤其是在那些犯罪率比较高的地区。就比如纽约来讲的话，我在晚上一般不会一个人独自的在曼哈顿的一些街区去行走。首先因为就是曼哈顿的很多街道呢，它一直是在维修的状态，包括一些建筑物也是在维修，所以你就会看到很多障碍物呀，或者一些包着建筑物的那些架子在路上，就比较挡视线。而且呢，你在路上也会时不时的就会遇到一些无家可归的人，在晚上你就很难去判断他们中有没有像醉汉呀或者瘾君子忽然间来袭击你的。就是我们知道纽约它时常会有一些就是持枪抢劫这样的案件的发生，所以这一点还是让人比较担心的。在城市的话可能不是那么安全，但在一些犯罪率相对较低的小镇上呢，可能晚上9点甚至说8点多的时候，路上的行人就很少了，因为大家要么是在家里边就是陪家人看电视啊什么的，还要么就是在酒吧待着，就是没有人会在大街上闲逛的感觉。但是呢在中国就特别不一样，因为在不管是1、2线还是3、4线的城市，你很少会碰到无家可归的人，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流浪汉。而且晚上在外面其实也是会时不时的见到一些行人的。另外呢因为中国人他是很喜欢在晚上去应酬吃夜宵。对，所以很多餐厅它至少都会营业到晚上10点的，有的甚至是通宵。那你平常会不会走在街上会非常小心？除非是在就是人少的地方，而且是一个人特别晚的时候。但平常说实话，像纽约它其实和中国的一些大城市蛮像，就是晚上也是挺多路边也是挺多灯亮着，那你不会觉得你是独自一个人行走在黑暗之中所以不会有那种很害怕的感觉。尤其是如果说你坐地铁的话，它的地铁到晚上1、2点可能还是坐满的。1点钟还在开啊？它的一些线是会继续运行的，因为地铁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对于纽约人来讲。我第一次也被震惊到，都已经凌晨1、2点了，甚至2、3点了，居然还有这么多的人在车上，所以我就觉得哇，真的是一个不夜城我经常看美国电影里面的人，他们就是直接对着那个水龙头喝，就是他喝那个水龙头里面的水，这个每次我看到都觉得震惊不已，因为在我们的观念里面这个水是不能喝的我其实一开始在没有去美国之前，我也觉得好神奇啊，就是这个事情。不过在我去了美国之后，我尝试了一下，就是直接喝，就是它会有一点味道，但那个味道其实就是正常的。那这对于从小在美国长大喝这个水长大的孩子或者人来讲，他就已经习惯了。但是对我来讲就觉得不行啊，这个是有味道的，它是不干净的，我必须要把水烧开才能喝。所以我在美国这么多年，我基本上除了那一次尝试之外，我是没有再喝过水龙头的水的，我都是要把它烧开，就确保它是热的。现在也是吗？现在也不喝吗？对，我现在也不喝，就是那种心理上接受不了就是其他的在美国的中国人也是这样的吗？我的朋友的话，有些人是会买一个那种可以过滤的那种机器，把自来水接到那个机器里边之后，它会过滤一下，然后他们就不用烧，就是直接喝。但大部分人可能还是会选择烧开然后来喝。你的美国朋友看到你们这样子做，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会啊，就是怎么讲，他们可能会觉得何必多此一举，对吧？或者说他们会觉得这个水你再把它弄热，然后你再等着它放凉再喝，那就要等好久，好麻烦的。但是我是真的接受不了
在中国基本上所有的东西，就是那些物品呀、商品，它都是税后的。不过在美国它都是税前。所有的东西吗？很多东西都是。所以你在商场或者是超市这些地方，你在那个里边看到的物品，它所标的价格只是它税前的价格。那你在最后结账的时候，它是会把税给你算上去，然后统一支付的。所以就是我基本上在商场买东西的时候，或者就是超市买东西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最后会支付多少钱，因为最后都要加税嘛。在美国的周日还有一些特定的节假日，很多商店呀还有超市是不开门，或者说只是营业到下午的某个时段就结束营业的。首先呢，在以前美国人有在周日去教堂做礼拜的习惯，虽然现在可能没有那么多人会专程的去做礼拜，但是他的这个传统就沿袭了下来，并且呢，很多美国人会选择在周末的时候陪家人呀，还有朋友去室外去活动呀，或者说去做一些就是室外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没有太多人会去超市呀或者商店，并且很多美国人他会一次性去超市买够1周或者2周的这样的东西，然后囤在家里慢慢来用。但这个在中国就特别不一样啊，对对，完全是反过来的。首先在中国，我反正是几乎没有听说过有哪个商家哪天是不营业的。对，就算不营业，也不会是挑在周末的时候或者是节假日的时候，这个就是他们能够赚到最多钱的一天。是的，就是很多中国人喜欢在周末的时候去逛街或者逛商场，所以他们呢会在周末的时候会选择买很多东西在这些地方。还有一点我觉得可能的不太一样的点，就是在美国，尤其在镇子上，你会发现大家如果需要去超市采购的话，他需要开车开一段时间到镇子的边缘的一些地方，然后再开车一路再花时间再回来，所以这个其实蛮不方便的。这是为什么他们会一次性囤很多东西。但是中国就不一样，中国因为人口很密集嘛，就算是在城市以外的那些县城里边，你也会发现购物的地方基本上就开在住宅区附近。你随时需要买东西，你随时就可以步行到达那里，买到东西之后就回来用。所以中国人没有像美国那样的一种囤东西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对，而且我们会觉得比如说蔬菜啊或者是肉啊囤起来的话再吃就会不新鲜，所以为什么我们就早上的时候特别喜欢去逛菜市场去买新鲜的菜新鲜的肉，对吧？对，我觉得购物方面的话在中国的确是十分的方便，因为现在是微信支付宝支付时代嘛，所以你不论想买什么东西，你就躺在沙发上，你就可以过1个礼拜1个月都没有问题。就有时候我不想出去，下大雨了，我不想出去买菜，我就到那个 APP 上去下单，然后买2个土豆啊，买1颗白菜啊，买点肉什么的，人家就马上给我送过来了。或者是我不想要做饭，我就点一个外卖，人家就半个小时之内也能到这里。然后购物也是同样的，就是不论你是买什么沐浴露啊、纸啊什么的，全部都可以在网上完成这个购物。是。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大家也听说过的是关于测量单位的一个不同，就比如说温度单位的话，他们喜欢用华氏度而不是摄氏度，所以刚开始真的特别不适应。当我在美国听到有同学说哇今天才60度的时候，我就觉得啊，为什么你要用才这个词但是60度其实就是摄氏度的话可能也就是20多度，因为我很少听到超过40度的这样的一个形容，对吧？所以他一说60度，而且他用的是 degree， 他不会在前面再加上那个华氏度的全称。刚开始真的是愣了一下。关于测量单位的话，我知道他们就是关于身高的这个，比如说1.8米呀，还是1.7米，他们说的是什么尺吧，对不对？对，他们会说英尺呀，还有就是 foot。就人家说这个男的是5.7尺，我说5.7尺到底是高还是矮？对，我
刚开始在跟别人说我大概有多高的时候，我在国内都是直接说啊，我1.78米，在美国他们完全没有概念是1.78米是多高，然后我就必须要换算成它的那个使用的单位，然后来告诉大家。这个其实说实话，单位的这个东西呢，在很多地区它都是不断变化，或者说是慢慢的发生改变的。就像中国也是有的时候大家还是会用一些传统的表达的，比如说大家也会用寸，而不是完全的用厘米、千米这些。对。在美国的餐厅呢，它的食物的分量都是很大的，因为是分餐制，所以说每个人都是单独点自己要吃的东西，而不是像中国那样大家围在一起，然后点不同的菜一起吃。所以每次呢，我点完自己的份之后，看到就是面前放的巨大的盘子和就是很大量的食物，感觉很无奈，因为我吃不完那么多。我其实是可以吃一个儿童餐的这么一个量，所以我其实有挺多的中国朋友跟我一样，就是大家会吐槽，就是或者调侃 American size， 但是不是很浪费吗？就是很多人他其实就是吃不完这么多的。我觉得大部分美国人是会吃完的，就是他们会吃完自己的食物，可能他们习惯这样的一个量，但是确实也是有吃不完的情况。所以大家可能有的会选择带走，或者真的也是有人就是直接留在那里，确实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浪费。你说的这个American size 是不是跟东北那边的 size 是一样的？因为有很多南方人去到东北点餐之后也会吐槽他们那边量好大，一盆菜哇怎么这么多吃不完。就是感觉很不习惯，盘子又大，分量还大，而且肉还很多。我觉得有点类似。对，就是我是有听过一些外国人来到中国之后就会说中国人特别喜欢吃蔬菜，然后里面肉也没有多少的，就觉得吃不饱的感觉。比如说美国它的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餐吧，可能就是会有一份牛排或者一份肉，也可能是鸡肉哈，然后呢旁边会有一些蔬菜，一些就是配的蔬菜。那它的主要的吃的那就是这些肉类的东西，比如说汉堡之类的，或者三明治，它里边也会夹肉，所以他们的蔬菜的摄入量可能主要集中于那些生菜，是生的蔬菜，而且还是那种比较它占的比例很小的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你刚开始去的时候，你对于他们这种分餐制的饮食习惯吗？不是很习惯。就是我是一个很喜欢跟大家一起分享食物的人，尤其是当你可能就1-2个人2-3个人的时候，你如果说大家点个3-4道菜，你可以都尝一下，就是你可以吃到4种不同的食物。就是在美国的时候，你只点自己的那一份的时候，你只能吃自己的，当然不是说对方不让你吃啊，但是通常情况下你是吃自己的那一份。你就会觉得我就会觉得很单一很单调，而且有的时候我确实是吃不完。我在书上看到过一个故事，就是关于中美饮食文化差异的，就是一群美国人商人来到中国来看这边中国的一个工厂吧。工厂的经理就是说要请这些美国商人吃饭，就客户吧算是。当时是有3个美国人，然后那个经理就说那既然我要请外宾吃饭，那我得要多带几个人，然后他就带了5个，这样刚好凑一桌嘛，就8个人是一桌。然后他们去点餐的时候呢就很搞笑，其中一个美国人他还是懂一点中国的饮食的，他就点了一个什么宫保鸡丁，就另外的美国人他是完全没有来过中国的，就他看不懂那个菜单，然后他就随便点了一个，最后就点了一个汤，就什么鸡蛋西红柿还是什么排骨汤。然后他们5个人就顺便也都一个人点了一个菜，就想着那刚好8个菜嘛，对吧？然后这个菜上来的时候就特别有意思，他就看到美国人默默的就把自己点的那一盘菜移到自己的面前。
然后那个人就第一个美国人他就吃自己的宫保鸡丁，然后第二个人就很无语，他不知道他点的是一个汤，然后最后上来的时候他可能就心里想天哪，只能喝汤。对，那其他的5个中国人也觉得很奇怪，就想着哎呀，这是不是就我们是不是应该尊重我们的客人？那既然他们这样吃，我们也这样吃吧。都把自己点的什么青椒肉丝放在自己的面前，最后大家都是吃那一盆菜。天哪，这个太逗了。然后你刚刚说到那个 American size 的时候，它除了在食物方面，还有没有在其他的方面有所体现呢？有的，就比如说我的身高是1.78米，那我在国内呢要买最大号的女性的服装，因为中国女性的平均身高是1.58米，所以说呢，就是我大部分人对。所以我买衣服需要最大号，这样 XL 的号。那我买鞋子也是需要买最大号的鞋子，我要穿40的鞋号啊，是吗？所以在中国有40的吗？中国不是最大39吗？现在也有40的了。好吧，就是以前确实很少见。对，现在新一代的年轻人长得很高啊。对，我刚好就是想说，之前最大号是39的这样的一个码，我基本上就买不到可以穿的鞋子。那衣服其实也是蛮难买到合身的。但是呢，我没想到在美国呢情况就是很不一样，因为我在美国那个大号就是 L 号的那个衣服我穿着都大，就是我可以穿M 号甚至 S 号，就是中号或者小号的这个衣服。而且我的一些身材比较娇小的中国朋友，他们甚至都可以直接买童装来穿，就是很合身。我第一次就是在美国买鞋的时候，我以为我要选择偏大一些的号，因为我在中国穿最大码嘛。所以我就直接找像比如说11.5或者12这样的鞋号。结果我发现就是我穿8.5的鞋号就正好很合适。因为就是11.5它所对应的中国鞋码是44的鞋码，所以就是已经大到对特别大，就是像男生的鞋号一样。所以我当时就是被自己居然会穿他们就是偏小的鞋码，或者说就是正常值的一个中间值的一个鞋码，以及还有女性穿40以上鞋码的这样的一个事实给震惊到了，就是我真的没有想到。是吧？我在想，你这么高的个子，就作为一个女孩子，在中国的大街上，会不会回头率特别高？我有过好几次，尤其是男性，我从他们身边经过的时候，他们就只是很自然的，就是流露出惊讶的感觉，因为我比他们还要高嘛，然后他们就会扭过来看着我说：“哇，你怎么这么高？”就是他脱口而出。或者说他们就是会扭过来继续看，就是有点仰视那种感觉。所以这个确实是在中国会比较容易突出一些，在女性群体中也是，大家也会觉得哇，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就是你告诉我你是小时候吃什么长大的？吃了什么东西？对。而且我在想，如果说你要在中国找个男朋友的话，因为通常女孩子都希望自己的男朋友比自己高嘛，所以你得要找一个2米的才行。那个真的太少见了。好羡慕你，给我一点点好了。其实你不需要那么高，1.7米我觉得就够了。你给我0.8吧。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好。还有就是我特别想说的是关于吃上面的一个特点是美国人对乳制品以及甜品的这样一个热爱。像芝士或者奶酪在美国的饮食文化中呢是随处可见的，就是光是超市里边琳琅满目的各种芝士都是看得我眼花缭乱。就是到现在呢我还只分得清楚一些基本的芝士的种类，因为实在是太多了。同时还有各种芝士类的这种零食也是很常见的。
我记得有一次在我朋友家中做客，他们就会把一整块的芝士给切成小片，然后用饼干夹着来当零食吃。我会觉得很奇怪，因为在中国，除非是就像内蒙古呀等一些以畜牧业为主的一些地区，可能会见到一些像芝士这样的乳制品，在其他的地区基本上很少会有人会需要买芝士呀，或者说去专门用它来做饭。对，而且吃不习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很少会吃乳制品，可能是因为亚洲人大多数都有一些乳糖不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就是对，我一喝牛奶就会拉肚子，可是就欧美人可能没有这方面的困扰。他们的体质不一样。我周围也有很多认识的人，他们乳糖不耐，就没办法去喝牛奶这些乳制品。但是这个好像在美国真的也是有，但是它好像没有中国这么严重。不过就是我觉得近2年就是芝士它其实也开始在中国的年轻人群体中越来越流行，因为你会发现很多商家开始卖，比如说像芝士酸奶呀、芝士奶盖饮品以及芝士口味的零食。对，我觉得其实中国的饮食也渐渐的被西方的饮食文化给影响了。比如说现在中国人也开始就小孩子还有年轻人也开始喜欢上吃什么，就这种肯德基、麦当劳这种汉堡包以及蛋糕，然后也开始喜爱上甜食了。就你刚刚说美国人酷爱甜食，其实我觉得中国人也很喜欢吃甜食现在。我确实是发现，首先呢，在美国的情况是，他们的甜食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因为它有很多的糖果，还有甜品。那这些东西都是含有大量糖分的，比如说像巧克力呀，还有崎岖饼干，以及那种就是甜甜圈呀等各类这种蛋糕，在很多家庭里边都是会看到的。我有看过一些视频，就是关于他们的早餐，就是那种叫什么 pancake 然后加上什么糖浆枫糖，对，一早上就开始吃这种东西，浇上枫糖。是就是很腻。对，我想想都觉得腻。我是没有受到这种饮食的影响，就我还是不喜欢吃甜食，不习惯。我是相对来说还是就是喜欢吃甜食一些的，所以我当时就是在学校嘛，我就不知不觉吃了好多那种就是在中国不怎么吃的这些甜食。而且是因为就是在西方的饮食文化中，他们有饭后甜品这个一个习惯，所以呢当时我在学校吃完饭之后呢，我就会就是吃一些像冰淇淋呀、提拉米苏蛋糕呀，还有纸杯蛋糕等这些甜食，因为当时每餐基本上都要换一种来吃，就到最后我在大一整年差不多增重了10斤。是吧？对，因为不只是甜食，我还就是摄入了很多像乳制品还有就是油炸的这些高热量的食品，所以就整个人就体重就上升了。但是很多甜品呢在中国是没有的嘛，就是他们的那些比较传统的一些甜品，而且也不是就像你说的不是我们饮食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大家基本上不会在家里来做，只是说会有一些年轻人他们会去那个甜品店会买来一些吃，但是不会买很多，因为首先是有点偏贵，其次它确实是过甜有些。而中国的一些传统的糕点呢，它是没有那么甜的，所以说我即便是喜欢吃甜食呢，我还是比较习惯中国这种就是有一些甜的这种情况，就是受不了像美国的甜到发腻是吗？对，它的蛋糕它表面会涂满一层糖霜，就是好像在吃糖一样的那种甜，我一个喜欢吃甜食的人也是受不了的。那另外一个让我比较惊讶的就是美国人对冷饮的这么一个热爱，比如说就是在早上起床之后，很多中国人都会喝温水，或者说就是热水。
但我有美国朋友是直接喝加了冰的水，就是我当时在早晨看到这一幕的时候，真的是完全的震惊到了。就是我很好奇，那样难道不会感觉更冷吗？因为是在冬天。而且就是美国人呢，他们很多时候在吃早餐的时候会直接把冰箱里面的牛奶拿出来，然后呢倒入谷物直接喝。但是这个的话在中国基本上不会有，因为大家会选择把牛奶热一下，或者至少它是常温的一个状态来喝它。而且很多老人认为，如果说喝太凉或者太冰的东西的话，它是会让人的肠胃不舒服，所以他们会总是提醒自己的孩子要多喝热水，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所以呢，就是很多中国人是习惯了在平常喝热水或者温水，而且他们为了这个还会可能会随身携带保温杯，来保持水的温度。对于我来讲，我也是冬天离不开保温杯的人。我听说美国人会去超市里面买冰块，是你跟我说的吧？对不对？是的对，我刚开始说我以为是可能美国部分的人他们有喝冷饮的习惯，但是后来我观察了一下，我发现就比如说在学生活动上，学生会主动要加冰的那些饮品，以及你去餐厅吃饭的时候，服务人员会默认给你加了差不多半杯冰的冰水给你。而且我看到超市有售卖那种一大袋一大袋的那种冰块，我就真的是震惊了。就是我们在调侃美国人爱喝冷饮的同时，可能美国人也会反过来吐槽中国人特别爱喝热水。大家可能都感觉不能理解对方那种情况。对对对。在美国呢，我们一般都是 AA 制，也就是说我们各自付各自吃的那一部分的费用。但在中国，大家一般就是会轮流支付，或者说比较经典的就是大家会抢着来付费，就是我去结账，但是然后对方会拦着，不要，你不要结账，我来结。但是在美国，大家就直接各自结各自的部分，而且很多情况下一些服务员看大家吃的差不多了，然后他来给账单的时候，他会问要不要分开结账。如果你说需要的话，他会主动的帮你把这个价钱算开，来看每个人需要结的部分。对。那但是其实中国年轻人也会 AA， 可是我们 AA 的那个形式跟你刚刚描述的还有一些不同。我们 AA 是按照总价来对半分，就比如说我们这顿饭花了100块钱，那你付50，我付50，而不是说你点了宫保鸡丁你就付30，我点了一个冰淇淋我只付10块就好了。对对对，会直接平分一下，在中国。但在美国就是我就算跟你可能是亲戚吧，我可能也会这样来做。对对对，你说的这个我想起一个我听到的一个故事，就是一个中国的汉语老师，他应该是在美国任教了多年，然后后面他要回国的时候就想说那我就请我的学生去吃一顿饭，去了一个四川的那个火锅店。那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就是如果我请你的话，那默认就是我这个东道主会结账的。然后当天就是吃完了之后，就大家都点了，就点了很多菜呀，什么就各种丸子之类的。吃完之后到了结账的时候，那些学生就是非常认真的拿出笔来，或者拿出手机来算自己吃了就是一盆青菜还是什么东西，大家都在算账。然后这个中国老师就觉得天哪，你在干嘛？这个应该是我请，就是应该我来付吧，没有让你付钱的意思，是不是？就是美国人对于请客这个词跟我们所理解的请客还是不一样的。是这样，就是如果说你提前说的 the treat is on me， 就是说很直接，很就要说出来是吗？对，这样的话就大家就知道 OK， 那你就是来付全部的东西。但如果说你没有说，你只是说我们一块儿去吃饭，或者说你要不要跟我一块儿吃饭，而没有很明确的说我来请客就是这个词的话，
所以在他们的那个理解里面，请客其实就是邀请你一起去用餐，并不代表我要。对，我觉得有点像这个，对吧？就是邀请，而不是请，而不是作为主人来请客人去吃饭。对。在美国，健身文化是非常的浓厚的。很多人都会愿意早上起床后，或者说在下班之后、放学之后，到健身房去健身一段时间，而且男女的比例都差不多。但是在中国的健身房中呢，我们大部分看到的都是年轻的男性，因为女性是柔弱的，不能有大块的非常强壮的肌肉，这样的一些刻板印象呢，是让很多女性远离健身房的。但最近几年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呢开始打破这些刻板印象，这些中国女性就开始拥抱力量美以及健康的这样的一个强壮的身体状态。好像中国女孩特别喜欢练瑜伽。就是练瑜伽对于我们来说就已经是运动了，在健身的感觉。对对对，因为练瑜伽的时候你不会增长很多看得见的肌肉嘛。有一些女孩子会说，我不能跑步，因为我跑步的话，我的小腿会粗。只要注意拉伸是不会的。而且我发现中国男性虽然也会去健身房，但是没有像美国人那样的热忱。我不知道是真是假，就是我在纪录片里面会看到一些美国人，他会花很多的时间练出很多很多肌肉，就会觉得这是一个男性美。好像中国男生没有那么，就很少会看到有那么多肌肉的。确实是，我知道有一些男性他们会想要把自己的肌肉练得非常的强壮，非常的明显，但是大部分呢，他们是不会去追求这么一个夸张的，或者说很那个明显的状态。他们可能就只是运动一下，健身一下，有一些肌肉啊，有一些形态在里边就可以了。所以说这一点和美国的一些文化还是不一样的，因为确实在美国一些人会真的泡在健身房，不断的努力的去练出自己的肌肉。这个我想应该也是跟中美的审美标准差异有关吧。就可能也许中国人并不认为你的肌肉过多过于明显的话是一种美，可能女孩子就中国女孩子也许也并不很喜欢那种肌肉特别壮实的男子。是，就是我觉得我们的中国文化中，大家可能也会强调男子气概，但是他没有说像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么明显的一个非常非常强壮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可能在这种审美的影响下，也不会看到很多男性想要把自己练得特别特别壮实。对，就更别说女性了。对，就是女性可能更多的是减肥。我想说女性可能更关注的是减肥，就不要胖就好了。我们的这个审美标准就是要白又瘦嘛，对于女性来讲。所以说为了瘦，很多中国女性真的是花了很多的心血。她们可能会节食呀，或者说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当然他们很多人可能锻炼身体也是为了瘦，不过我觉得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她们认识到了什么是健康美，以及这种极端的病态的审美标准是非常的不合理的，所以她们也会打破这样的一个白又瘦的这样一个审美，去主动的去拥抱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多样的一个身体状态。那关于中国的审美标准呢，其实我们也有专门做一期节目，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审美标准嘛，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中国跟美国人在审美方面，还有其他的什么差异吗？还有一个比较有美国特色的，我觉得就是关于他们的牙齿美白文化。因为美国的家长他从小会让孩子
去固定的到私人牙医那里去检查牙齿，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会及时的去修正。而且他们非常注重的一点就是牙齿的颜色，因为一口洁白的牙齿呢是他们所追求的标准，所以就是在美国我们会看到一系列的关于牙齿美白的产品呀，还有相关的手术项目。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跟一个美国女生谈论关于外貌焦虑的话题，然后我就说到在中国很多女性她们会在自拍之后或者说拍照之后用美图一类的修图软件把自己的皮肤变白呀，下巴修尖呀，然后变成双眼皮啊这些的。但是她跟我说她第一次开始使用这种美图软件的时候，她首先做的事情就是把他的牙齿变白，因为他一直觉得自己的牙齿不够白。还有一次我跟就是另外一个朋友在谈论寒假的一些计划的时候，他就说他已经预约好了牙医，到家之后就去检查。因为他告诉我说这只是一个常规的检查，就是他定期都一定是会去看牙医的。我就有点小惊讶，因为在我的印象中，大部分中国人通常都是在牙齿出现了问题之后才会去看牙医。虽然现在也有一些人会定期的去清洗牙齿，就是去洗牙，但对于牙齿是否白的这个事情上，就是虽然就是近些年吧，因为广告的一个影响，也开始被人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重视的程度远远不如美国民众那样。就是因为对于美国人来讲，洁白的牙齿它不仅是一个形象标准，有时候更是一个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然后你刚刚说的那个 P 图的事情嘛，就中国女孩子不是很喜欢将自己 P 得更白一点嘛？但是我有听过，就是西方的女孩子她可能会就是会把自己 P 得黑一点。对对对，现在就是很多的美国人，他们是选择希望能够像小麦肤色这样的一个皮肤状态。我听说的是，基本上只有有钱有闲的人才会有时间去在假期的时候去比如说海边度假呀，晒太阳，然后他们的肤色就会晒成那种稍微黝黑一些的健康的就是所谓的健康的肤色。那如果说你越是没有时间没有金钱来做这些事情的人，你越是待在室内，或者说不能去旅行，海边旅行，那你的肤色就一直是白的。那这个就是体现了一个身份或者地位的一个差异在里边。还有一个就是审美标准上的一个差异呢，就是主要体现在女性上吧。在美国的女性，她们比较注重自己的胸部呀、臀部和唇部的丰满状态。但是在中国，对，他们喜欢那种唇部相对丰满，就是那种有点嘟嘟唇的那种感觉。那在中国呢，基本上是胸部丰满是一样的，就是也是女性会追求的，但对于唇部来讲可能就没有那么相似的情况。而且中国的女性更希望是有双眼皮、浓睫毛呀、尖下巴，就是瓜子脸，这个我刚才提到的。所以说很多年轻女性她们会选择去割双眼皮或者种睫毛，就这个在中国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医美吧，这种项目。虽然现在蜜桃臀这个臀型也开始被越来越多健身的中国女性所追求，但是大部分的女性她们更多的是注重自己是否有极瘦的腰围和纤细的四肢。但是在美国呢，女性对就是相对较粗的这种四肢其实不是很在意的。就比如说她们很多练臀部的时候会把大腿也练得相对来说粗壮一些，但是她们不会介意这个。以及你会发现在街上夏天的时候，很多女性她们就直接穿着吊带和紧身裤走在路上，她们的胳膊呀腿呀都是露在外边的，就算是相对来说会粗壮一些，或者说就是赘肉好像会明显一些，但是她们不在乎，就是她们会自信的走在路上。对对对，就是她们那种打扮跟装束会在中国人的眼里显得过于开放。我们说开放，那其实就是说你穿的太暴露了。
我觉得很多女孩子还是接受不了，如果是在大街上穿一个那种就是比基尼的那种，就是好像觉得自己是裸体的感觉啊。对对，这种事情几乎不会发生。穿吊带会有，就夏天的时候穿吊带能够看得到，可是穿半截的或者是那种热裤真的蛮少的。热裤这个的话，我其实见的挺多的，可能就是我生活的环境吧，就在夏天的时候。对，夏天还是有。对对对。我之前在大学的时候其实是做过一个相关的一个小的研究，就是因为我在美国，我发现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关于剃毛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广告，就是你打开电视之后会随时就是会看到相关的广告。那个时候在中国基本上是没有这样的广告的。并且呢，我在此之前是一直对于刮比如说腋毛呀或者腿毛没有概念的，因为我的家人中没有人这样做的，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们一定对这个这么在意。然后我就做了一个相关的研究，以及我想知道因为我知道它那些产品都是针对女性在售卖嘛，而且也没有强调男性一定要刮体毛，所以我就想知道那这个性别的因素究竟是什么。在我的研究中呢，首先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我了解到的是关于这个刮体毛的文化在西方或者说主要说美国吧，也是在大概上个世纪50-60年代60-70年代才开始的，所以它其实是很短的一个文化现象。而且最开始人们之所以会变成开始在意这个腋毛有没有刮之类的事，首先可能跟大家穿衣的风格的改变有关。比如说他们穿那些泳装呀，或者说裸露比较多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些杂志上的一些封面的那些女性，她们可能就没有腋毛。而且还有一点是，在以前会有很多的日历，就是那种一页一页翻的那种日历，而且日历的每一页都会有图案。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了解到了一个说法是在60-70年代，性工作者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人体的照片会在这些日历上来进行发售。那在大家看到这些日历上的这些女性的身体的时候，不管她是全裸还是半裸，他们会发现这些人他们是把腋毛呀，甚至说是私处的体毛都会刮掉的。所以这个事情就慢慢开始在一些民众中开始流行开来，就是刮掉身体的这个体毛这个事情。而且很多的商家也看到了商机，就是他们会觉得既然这个可以运用到人们的生活中，那我就开始来在广告中来告诉这些潜在的消费者说，你需要刮自己的体毛，你只有刮掉它，你才是更有女性的特质呀，或者说你的腋毛呀，或者说腿毛是会被异性所讨厌的，而且是不适合出现在大众面前的，你应该刮掉它。所以就是各种人为的要求和暗示，让这些女性渐渐的就是被这种观念影响，所以他们才开始对自己进行体毛的一些处理。很有意思，就是这个刮身体的汗毛，就比如说刮腿毛，它是既耗时又耗力，就是还耗那个金钱的这样的一个，对于女性来说很没有收益的一个事情。因为你需要花时间，你2-3天可能就要剃一次，因为它有的时候长得比较快嘛，而且你需要买相关的产品，花金钱在里边，并且你在刮的时候有时候还会把自己刮伤到，这个就是就根本没有什么好处的。但是他之所以还不断的这样做，就是因为这种文化的影响，以及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公众人物，他们也是去履行这样的审美标准，所以就导致了民众也开始这样去做。而且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因为你的体毛会一直在长，对吧？所以中国的女性呢，她一开始也是像美国的女性一样，一开始是不会去在意体毛的这个问题的。对。但是慢慢的你就会
看到一些相关的产品出现，然后他们就开始在文化中去植入这样的一个观念，就导致了很多中国女性开始想，那我是不是应该把我的腿毛剃一下，或者说我的是不是有点长呀，或者是不是很丑呀，我要去刮一下。但是他们很多人不会去想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是谁规定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中国女孩腿毛是不明显的，就像我的腿上是看不见，就是肉眼看不太见的。对，挺多东亚人的体毛不光是女性，包括男性他们的体毛就可能是对没有那么茂密，或者说它的它的长度不会那么长，或者说看上去不是那么明显。但是我确实也听说过就是腋毛或者腿毛比较明显的女性。我记得就像我妈妈他们就是20年前我小时候的那个时候，我周围的所有的成年女性她们都没有刮腋毛的习惯，对，没有，就更别说腿毛了。对，就是你如果看到她们没有腋毛会觉得很奇怪，但是现在刚好相反。那么就是在美国男性如果有体毛的话他们要刮吗？我没有听说过他们一定要刮的，因为那些产品基本上就是销售给女性的，而且他们会觉得你的比如说你腿部的毛发越多越显得有男性气概。我的确有发现就是欧美的人种他们可能会很喜欢长胡子，中国人好像比较少，就中国男性一般不会长那么多，不会任由胡子长长。对，你会很少见到有人刻意去留胡子的，显老，你不觉得有点显老气吗？就会觉得有点像大叔的感觉。对，我们会强调就是男性也要显得年轻一些，然后有胡子的话就总让人联想到大叔或者说爷爷。所以这个就你很少会见到，包括你在电视上基本上没有看到哪个男明星男演员是胡子留的很多的。就算有也是很有型。但是你平常的话大众可能就不会花很多时间一定要就是整理胡子的形态啊，尤其是很多人的胡子可能确实因为毛发不够浓密，所以它长得不太均匀吧，我可能也不好看，所以它也没办法修出来很好的形态。所以就还不如直接刮掉，是还省事一点。是的是的。美国人呢是非常有礼貌的，我之前生活的小镇上，如果我走在路上迎面碰到了一个陌生人，他们呢就是会主动的跟我打招呼，大家之间的距离还是感觉比较亲近的。不过在中国是没有人会这么做的。说到打招呼，它还是有一个区别的。美国人也许打招呼就是 Hi how are you 对吧，但是我们打招呼通常是你去哪里，或者是你吃了没有。然后还有一种打招呼的方式，就是我听过很多外国人吐槽，比如说认识的人你住在楼上楼下认识，他看到你回来，他打招呼不会说hello， 我们会说你回来了。然后你要出去的时候你出去了。这个确实很有中国特色。而且还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就是在比较熟的人之间，在美国他们可能会就是直接拥抱对方，甚至说是会亲吻一下对方。我记得在有一次寒假我回到学校的时候，我走了一路见到好多好多的朋友，他们看到我后就是都很激动的，然后就是跟我拥抱呀，然后问我假期过得怎么样呀，这样的。这个就导致了我在当天之后在路上再碰到朋友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主动张开双臂跟他们拥抱了。刚开始是不习惯，那后来发现大家都这样，然后就习以为常了。但是在中国就是你很少会见到就算很亲密的朋友之间这样的一个拥抱。不过呢就是现在的一些年轻人，他们也是开始慢慢的用这样的一个见面的方式，就比如说我和我的一些朋友在中国也会拥抱对方。我本人我还是会觉得有点不习惯，就我跟很好的闺蜜见面的时候我还是会觉得就拥抱会有点肉麻。
另外一个我觉得美国民众比较有礼貌的点呢，就是在人们拉开门准备进去一个地方的时候，他们会先看一下身后有没有其他的人过来，如果身后有其他人的话，他们就会扶着门等一会儿，甚至说可能你后面的人离你还有点远，他们还是会在那儿礼貌性的等一会儿，到最后他再进。但是这个呢，就是在中国是基本上见不到的，在我的经验中。我就记得有一次前面那个人他是把塑料帘子那样的门把它往前面推开之后，然后他进去了之后，突然间他就松手了，然后那个帘子一下就反弹回来，就差一点就直接压在我的脸上，我真的是吓了一大跳。为别人扶住门这个情况，虽然说我也很认同你说的就比较少见，但是我还是我偶尔也会碰到那种比较有礼貌的，比如说我进入某一个餐厅或者是商场里面，我还是会有碰到为我留门的人，我本人也会为别人留，所以你要来到我住的城市，那你就会体验到中国人为你留门。哦，好期待真的，因为我确实没有怎么经历过，当然可能更普遍一点吧。对对对，就是实在是太普遍了，基本上你就可以默认前面那个人会帮你扶着门，就这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了。但在中国就是你不能默认这件事情所以还是会有些差异在里边。在中国只有长辈可以直接称呼晚辈的名字，兄弟姐妹之间呢，年龄大的可以直接称呼年龄小的人的名字，反过来是不可以的。就比如说我爸爸会叫我妈妈的母亲妈妈，但是他不可以直接叫他的名字，而且我可以对我弟弟直呼其名，他叫我时就不能叫我的名字，而是要叫姐姐。而且呢，在妯娌啊以及连襟之间，就是这些同辈人之间都是有固定称呼的。比如说我爸爸的妹妹呢，要叫我妈妈嫂子，而不可以直呼其名。就算我妈妈的年龄比我爸爸妹妹年龄要小的话呢，她也不能直接叫我妈妈的名字。其实以上的这些就是社会规范呢，它其实是已经在中国延续了1000年之久的，而且呢，它是为了遵循就是尊卑有别、长幼有序这样一个传统的文化礼仪。但是在美国，我就亲自听到过我的朋友直接就叫他哥哥的妻子名字的，而不是叫他嫂子这一尊称。当然在英语中是没有对妯娌和连襟这些具体的一些名词的称呼，就比如说小姑子还有嫂子这些的英语都是 sister-in-law， 它是没有区分的。同时在美国，就是媳妇呢也是可以直接叫自己的公公婆婆名字的，而不是直接叫爸爸妈妈。就是这一点让我一开始听到的时候就特别不习惯，很别扭，因为觉得不尊重长辈。而且有时候在兄弟姐妹之间呢，弟弟和妹妹也是可以直接叫哥哥姐姐名字的。但是如果我弟弟直接叫我的名字的话，我会觉得被冒犯到，就是觉得你怎么可以叫我的名字？不过在美国的家庭中，那些有血缘关系的小辈们，他们不会直接称呼长辈们的名字。比如说 Jessie， 他的侄女是不会直接叫他 Jessie 的，他会叫他 Aunt Jessie。所以这一点的话，其实是有一定的尊敬的意思在里边的。你在美国碰到比你年长的人，你会怎么称呼他们？如果说我知道他们的姓氏的话，我会用比如说 Mr. 呀或者 Miss， 就是这样的什么先生什么女士这样来称呼。如果这些人他有工作的职位的话，我会用他的职位加他的姓氏。就比如说我在学校里边，我会叫我的教授就是 Professor 谁谁谁，这样的话就是显得尊敬。在中国一些女性出行的时候，她们会拉着闺蜜的手，或者说就是挽着对方的手臂一起走在路上，这个是一种她们关系亲近的一个表达方式。你也会看到一些年轻的男性，他们在外面也会可能搭着对方的肩膀，表示他们的关系亲近如兄弟一样。但是如果你在美国看到就是有2个男性手挽手，或者说举止比较亲密的走在路上的话，大家会认为他们是伴侣的关系。
或者情侣的关系，所以这一点就是很不一样的。与此同时呢，我们就可能会想到，在中国情侣之间，他们的一个交往会有没有什么比较有意思的差异点。我可以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有次呢，我在我美国的室友家过感恩节，当时他妹妹上高中，一天晚上，他妹妹的男友来到他家里边，他父母呢就是很自然的跟这个男生打招呼，而且就任由他们两个窝在沙发里一起看电视，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太让人惊讶了。这个之所以让我很吃惊呢，是因为首先在中国，很多父母都是反对自己的孩子在大学前来谈恋爱的，因为他们觉得这属于早恋，会影响孩子的学习。所以就算有学生谈恋爱，他们也是会瞒着家长和父母偷偷进行。其次呢，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如果一个人带自己的女友或者男友回自己家，那说明他们已经考虑要结婚在一起，所以两个人需要提前见一下对方的父母。中国的父母一般不会在自己孩子还在交往的过程中见到孩子交往的对象。另外一点就是中国的女孩呢，她们是不会轻易的来让自己的父母见到自己交往的对象，就是自己的男友。因为传统父权文化的影响呢，当今的中国社会依然还是强调着女性要有个好名声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如果一个女孩交往过好几任男友，她会被人们用异样的眼光来看待，所以她会尽量避免让他人甚至是自己的父母知道自己交往过几个男友，并且只有到了最终要谈婚论嫁的时候呢，他们才会与对方的父母见面。同时在中国，就算是已婚的伴侣，他们在自己的长辈父母面前也不会有太过亲密的举止，因为会被觉得是不知羞耻，或者说是不尊重长辈的一个行为。所以当我看到我室友的妹妹和她的男友就是很平常的在她的父母面前举止很亲昵的时候，而且她的父母又好像就是觉得很正常的时候，我当时真的是被震惊到了。是的，所以就是有一些外国人，他跟中国人交往的时候，也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从来都不带我去见你的家人、你的父母？你是觉得我不够资格来见你父母吗？在美国文化多样性呀以及种族多样性的一个大环境中，我在大学里其实是充分的感受到了它的政治正确文化，尤其是在语言的使用上。例如人们会用 Black people 或者是 African Americans 来称呼黑人，而不是也不应该用就是 N 开头的那一个带有歧视色彩的词汇。再比如说就是在开学第一节课上，以及在参加一些集体活动的时候，我们在做自我介绍时可以选择告诉大家自己所选择的性别代词，例如说 she, he, they 这些代词，以此来向大家表明自己的性别认同。比如一个看上去生理性别是男性的一个人，他如果选择用 she 或者 they这样的词来表明自己的女性或者跨性别认同的话，那如果我还直接用 he 或者 him 来代指他的话，他就会感觉受到冒犯。其实类似的政治正确的例子还有很多。虽然一些人他不一定是发自内心的认同和支持种族平等和性别平等等一系列的社会公正，但是呢，他会在公共场合选择使用相关的政治正确的语言来避免明显的歧视。那这个你觉得跟中国有什么不同吗？有一些。比如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们会用残障人士或病障群体来代替残疾人士这么一个具有歧视色彩的一个词汇，因为大部分人对残疾的第一反应呢都是缺胳膊少腿，
而且就是这个群体呢，他们长期以来都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歧视的。就比如说坐轮椅的人会被大家觉得不应该在公共场合出现，或者说太多的到室外去，因为他们会成为其他人的一个负担。但其实这些人他们很多只是不能像其他人一样正常行走，而不是说什么都做不了。他们很多人也可以有工作，并且呢在公共场合也是会很好的照顾好自己的。所以他们更愿意用轮椅使用者来称呼自己。另外在中国也是会很少听到有人公开的说女性不如男性等这样的一些歧视女性以及重男轻女的这样的一个话语。因为首先男女平等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其次呢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各个领域也都要求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虽然一些人他并不一定真的是认同男女平等，但是这些人依然是会声称自己是尊重和支持女性，因为这个是政治正确。你刚刚讲到那个残障人士的时候呢，是让我想到，其实在中国的大街上你是很少看到坐轮椅或者是盲人这个群体的人的，然后就会让你觉得是不是这些人根本都不存在。因为他们首先会被自己的父母就觉得他们好像只要好好的活着就可以了，不需要在公众面前过多的去露面，不要去过多的给自己和他人制造麻烦，而且也会受到歧视，在有些情况下。但同时我们可能忽视的一点就是，就比如说我们说我要帮助这些残障人士，但是我们很多人就没有考虑到我们究竟如何帮助他们。在美国的社会中，我们会经常看到残疾人通道，或者说一些残疾人可以使用的电梯，还有卫生间等等一些的公共设施。这些设施在中国不是说没有，在很多大城市它也是有的，但是呢他们通常情况下是被堵着的。就比如说一些地铁站的残障人士使用的电梯，它可能就是坏的，或者说是被东西堵着的。另外可能一些方便轮椅使用者使用的坡道，它的坡道设计非常不合理，就是那个高度就没办法让他们可以正常的去把自己推上去或者行驶。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没有完全的考虑到如何是真正的去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满足他们的需求。我们需要有更多人有这样的意识，才能够在公共空间上能够对他们更加的友好，而且他们也更愿意的走出来。因为有的时候不是他们不愿意或者不敢走出来，而是他们不能正常的来到公众场合。那既然你要分享的是你在美国留学的经验嘛，那不可避免我们就要来探讨一下教育方面的中美差异。我所了解到的呢，就是美国的高中和大学学习的紧张程度呢，与中国的基本上是刚好反过来的。在中国，高考是一个无比重要的人生节点，因为首先只有通过了高考，考上大学的学生才可以在高中毕业后继续就是他的高等教育，否则的话他们就只能接受专科教育或者直接就是结束学业。而高考分数越高呢，你就越有可能进入优秀的大学。这个不仅可以让你接受更好的教育，而且在未来国内注重申请人毕业院校以及你的学历背景的这样一个就业市场中呢，也可以让你有更好的竞争力。所以说中国学生在高中的时候一般都是主动或者被动的拼命的学习，并且还要在进入大学前就确定自己的专业，根据专业来选择报考相关的大学，而且要期待自己就是能够有幸考上这个选择的大学。之后他们在考上了大学之后呢，出于就是长期以来被学习压抑的太久的这种情况，以及他们突然间就不需要父母的管控，可以自己来决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的时候呢，这些原因就让他们很多人一下子就放松了下来，在大学里边
就开始对学习可能没有那么上心。不过这个就是在美国的情况呢是很不一样的，因为在美国的高中的教育体系中，高中生是没有说像需要面临高考这样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1年1次的这样一个考试情况。美国的它的类似高考的这样的一个考试是 SAT， 每年呢学生都可以考差不多6次。就是你的这个 SAT 的成绩呢，它虽然是重要的，但是它不是唯一和必须的，在你申请大学的时候，就是他们只会参考你的成绩。而且很多情况下，就是一些学校可能都不需要你的 SAT 成绩，你就可以来申请。所以美国的家长和老师就不会天天的就是催着孩子去刷题呀，然后要上各种课外的补习班。而且美国高中生他们也可以在不确定自己专业的情况下直接申请大学，等到了大学之后呢，再慢慢的去确定自己的专业。因此他们会在中学期间甚至小学期间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体育活动，就是基本上所有的美国学生都会有一个自己相对擅长或者说选择要持续的一个体育项目。所以说美国的很多运动员他们其实都是，就比如说国家级运动员，他们其实都是直接从大学里边选拔出来的，他们不需要一个专门的集中的培养运动员的一个机构。他们很多的民众从小就是很注重体育的锻炼，有自己比较擅长的体育项目。这个在中国就不一样，中国的高中生基本上到了高中就没有体育运动的时间，基本上所有的时间都要花在学习上。那所以在美国要上大学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了，就不需要考，直接可以上。不是，也不能说不需要考，很多学校还是要参考他的 SAT 的就是学术成绩。而且与此同时，你要申请美国大学的话，还需要写文书，以及要个人简历，还有一些相关的社会实践经验。就是招生官想要看到的不是单纯的你的成绩怎么样，因为他们不需要一个只会学习的一个人，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一个人才。所以在美国呢，他们学生在考入大学之后，是反过来，他们相反是会很努力、很认真的学习，因为除了竞争压力在里边以外，他们如果想要在严格的那种评分，美国大学的评分制度中顺利毕业的话，是需要认真对待学业的，他们没办法真的浑水摸鱼。而且你的一个相对好的一个毕业成绩也是可以有助于你将来就业的申请的。中国大学毕业起来，就是只要你在平常的考试，最终的期末考试成绩都及格，或者说达到一定的成绩，你到最后是可以很相对来说容易毕业的。关于教育这方面，其实我有听过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美国的大学生在上大学之后，学费是要自己个人支付的，他们的父母通常是不会支持的。但中国就上大学这件事情，就上学这件事情来，我们中国的家长就是会负责到底的。在美国呢，它确实是有很多的学生，他需要就个人承担至少部分的这样的大学费用。当然，很多那些富人家庭，基本上他们就不需要自己承担，父母会支持的。但是对于一些其他，比如说中产或者说工人阶级的家庭，他们首先孩子比较多，其次呢，美国大学的学费每年都在涨，就是一直在涨，尤其是私立学校的学费。但是政府对于学生的补贴却越来越少，所以这些负担都主要就压在了学生的父母身上，而父母他可能就是确实是支付不起、负担不起孩子的这样的学费。同时对于一些家庭来讲，就是你要说把所有的孩子都供完大学，供他们读完大学的话，那个费用就是天文数字了。就是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美国有超过100多所的私立学校、私立大学，很多都是全球知名的，他们每年的学费都是在差不多5万美元以上。哇！
所以说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就不得不向政府或者说私人进行贷款来上学，然后呢在他们毕业之后还要花很长的时间，可能有很多年来一点点还清这部分贷款。但是相反的情况就是中国大学的学费是很低的，因为首先它有巨大的国家财务补助，所以学费是收的不高的。公立大学，比如说公立大学，它每年的学费加上住宿费只需要差不多6000到9000人民币。哦，好便宜哦，那才$1000呀，相当于。对，不过一些私立大学或者中外合办的大学可能会比较高一些，有些可能要几万元每年。在中国很多城市每个月最低的工资收入呢，平均不会低于2000元。所以说普通家庭基本上都是可以负担下来公立大学4年的这样的一个学费的。尤其是很多家庭都只有一个孩子，就是在中国。对，就算有学生需要申请助学贷款，他们不仅不需要担保或者抵押，而且也不需要在学期期间来还贷款利息，因为这部分政府呢是会来帮忙来还的。所以也可以看出来不论是政府还是中国的家长对于教育都是高度的重视的。大家会认为教育是对于子女的培养最重要的一环，因为大家很多人会认为教育是孩子唯一的出路，或者说你将来只有通过完成了相关的学历，你才能够真正的改变自身的命运。所以说教育可以说是家长的重中之重。所以他们愿意承担子女所有的花费。这个也就显示了很多中国大学生他们不需要像美国的学生那样子在上学期间还要去打工来还自己的贷款。对，也不会在一毕业就负债累累。好今天真的非常感谢一菲来跟我们分享了好多他所经历的事情，还有他所观察到的文化差异。我相信这也会让美国人了解中国的文化，同时呢也让其他国家的人了解这2个国家的文化。那如果你在中国也有生活过，或者是在美国生活过，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所观察到的文化差异。好，那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那就请给我们点赞、转发并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就下期再见，拜拜，拜拜一菲，拜拜，拜拜艾琳。